要说最近人气飙升的艺人，当属任嘉伦和他的徒弟白鹿。周生如故和一生一世、前世今生的联动竟如此好磕，让无数观众情不自禁地开启入戏式看剧模式。任嘉伦和白鹿两人的对手戏简直让人大饱眼福。这两部剧虽然是分开拍摄，但存在很多细节联动，其实就是纯实夫妇的前世今生。而白鹿和任嘉伦原班人马演绎这段前世今生，让不少网友表示代入感十分之强。两位主演不管是演技还是颜值都双双在线，圈了一大波粉。更有网友喊话，纯实夫妇的婚后生活看100集都不够。白鹿自出道以来虽然作品不少，但是人气始终差了那么一点点。这也许和他的经历有关。白鹿小的时候非常喜欢看韩剧，所以在当时他就喜欢上了韩流，并且在之后他也萌生前往韩国做艺人的想法。之后在12年白鹿18岁的时候，就在他妈妈的陪同之下前往上海去参加韩国的 SM 公司在国内的练习生选拔活动。不过最终白鹿落选，在选秀的梦想破灭以后，白鹿便转行做了模特，并且参与了一些微电影的拍摄。后来偶然一不小心被于正发现，并签约欢娱影视。此时并非科班出身的白鹿，才在跌跌撞撞中正式走上了自己的演艺之路。在16年9月的时候，于正就让白鹿参演《朝歌》中邓婵玉这个角色。不过如今这部剧已经过了5年时间，却还一直没有上映，因为某主演的关系，估计是彻底凉了。第一部作品半路夭折，但白鹿并未止步于此。来年，白鹿凭借凤求凰获得年度戏剧潜力艺人奖，那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将军霍玄，以及心狠手辣工于心计的康王府小妾乐韵，两个角色的反转让网友纷纷怀疑，这两个角色到底是不是一个人？这恰恰体现白鹿的可塑造性。后来，白鹿搭档徐凯主演的仙侠剧《招摇面试》，在剧中白鹿饰演霸气女魔头陆招摇，一袭红衣，气场全开，豪爽又大大咧咧的性格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，白鹿这个名字开始被大家熟知。可惜白鹿的笑傲江湖最终被徐凯温柔深情的光环所盖过，他本人只是小火，仅仅让自己在观众眼中有了一些知名度，人气上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提升。之后他和徐凯两人再次合作的《烈火军校》，在剧中白鹿所饰演的谢香这个角色，从形象上面来讲确实非常新颖，甚至为了角色的要求，白鹿毫不犹豫就剪了头发。但是也跟之前的招摇一样，他并没有凭借这部剧闯出来。跟徐凯恩搭之后，白鹿接着和罗云熙合作《半是蜜糖半是霜》。与其他玛丽苏剧不同，白鹿出演的女主角将军一点儿也不傻白甜，性格和人物设定也是当今观众比较喜欢的类型。在剧中与他合作的罗云熙扮演霸道总裁元帅，两人来来往往，势均力敌，都是非常直接的感情线。剧中两人的地板吻、壁咚吻、楼道吻、除雪吻真是浪漫有激情，十分上头。再加上白鹿的表演技巧和颜值，所以大家都认可了他在剧中的表现。甚至有人说，通过这部剧终于 get 到了白鹿的颜值。但白鹿距离爆红似乎还是有那么一段路。直到周生如故与一生一世的热播，白鹿终于有了走红迹象。在剧中与他搭档的是任嘉伦，大家对任嘉伦的古装戏期望值很高，以往的口碑是相当不错的，古装造型更是被粉丝喊话半永久。一身美人骨的小南成王与平平无奇的化学教授，他都处理得游刃有余。而白鹿的表现也是让网友刮目相看，他饰演的石仪，前世是崔氏名门望族的贵女，饱读诗书，知书达理，偏偏对这个一生誓不娶妻的师傅一见钟情，不能自拔。手握血书的无声哽咽，登楼殉情的决绝，完全与白鹿本人一点边都搭不上，但却能被白鹿演绎的完美至极，让追剧的观众也十分入戏，感到生生的疼。甚至好多网友看了这部剧说，把他们虐哭到肝痛。
晋升时，他成为娱乐圈有名的配音演员，善良温婉；而周生辰和崔时宜也不再是隐忍又克制的师徒关系，先婚后爱的节奏满屏都是粉红色的泡泡和吃不完的糖，看得观众又欢又喜，欲罢不能。虽然剧有终点，但周生辰、时宜仿佛真的曾经在这世上走了一遭。已经是31岁的任嘉伦，虽然已经结婚生子，但由于他保养得非常好，年龄看上去也和白鹿相差无几，所以两个人在剧中组 CP 一点违和感都没有。两个人剧中是情侣，幕后的花絮却展示了一场社会主义兄弟情，十分搞笑。导演说：“十一，你能凑过去在他脸上亲一口吗？”十一，嘛。周生辰，别吃我豆腐。任嘉伦频频发问，和白鹿一唱一和，花絮比戏还精彩搞笑。真是有这两人入戏出戏的速度，才展现出特别的周生辰和时宜。如今二人又分别投身于新的剧组，开启了新的人生。任嘉伦目前是在横店拍摄《请君》这部剧，合作李沁，饰演千年战神，人设无比带感。而白鹿的新剧《长月无尽》也马上就要开机了，合作的是老朋友罗云熙。蜜糖夫妇的爱情故事还历历在目，没想到这么快两人就安排二搭了，这对 CP 粉来说简直不要太惊喜。近日，罗云熙和白鹿合作拍摄的新剧《长月无尽》也曝光了一组路透照片。这一组路透照片在曝光之后，很多网友都纷纷表示，两人的 CP 感真的是太强了，这也是他们两个人在继半世蜜糖半世伤之后的第二次搭档。可以看得出来，经过2次搭档，两个人非常的有默契了。长月无尽改编自藤萝为之的小说，黑月光拿稳 B 剧本，此前筹备初期曾改名为月下千锋为一人，不过最近再次更名为长月无尽。罗云熙在剧中饰演美强惨男主澹台烬，是一个有点偏执疯癫的病娇美男，而白鹿将一人分饰两角，出演黎苏苏和叶家三小姐。长月无尽这部剧也是前生今世的关系。故事中，澹台烬和黎苏苏的感情横跨了2世。凡间这一世，他从城楼一跃而下，在30万大军之前，在澹台烬面前自尽而亡。看到这样的剧情设定，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时宜跳楼的画面。兜兜转转，白鹿这是离不开跳楼啦。不知道在这一部电视剧里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生动的角色呢？你期待这一部电视剧的正式上线吗？从模特儿蜕变到如今耐看有辨识度的演员，出道5年，白鹿真的变了不止一点点。当然，白鹿这一路走来，主角配角他都出演过，一定程度上来说，他也是靠着一步一步的积累和沉淀，才有了周生如故的厚积薄发，蜕变成为现在演技在线的白鹿。这一个角度来看，或许不是任嘉伦带火白鹿，而是演员之间的相互成就。好的演员碰到好的对手，那么两人合作所迸溅的火花势必是精彩的。期待白鹿有更多优秀作品。